中国不是纯陆权国家，是海陆双权的国家。这种封锁的状态，在俄乌战争爆发时，北京跟莫斯科他们发现共同利益远远大于他们的冲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这三条线是过去的中国包围网，现在盘演变得很大。被美国制裁第一惨跟第二惨，俄国跟朝鲜损失最大的是中国，朝俄友谊大桥，让中国获得通向日本海的航行权。只要这个通过了，曾经胎腹中的东北亚经济贸易区又可以局部复活。俄国的松口是最关键的，可是没有朝鲜最后的答应，也没办法实现。东盟首次朝约伙伴，它是带有强烈政治宣示意味的军演，被美制裁三兄弟的合作，很可能改变接下来整个世界的局势。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把大框架先摆的，我们先讲细部的。细部里面大家都在谈一条桥，哪一条桥呢？朝俄友谊大桥，最好就是图们江哦。这种桥啊，以中国的基建实力的话，大概1个月一定可以搞定。可是桥盖得特别的矮啊。那主要是阻碍它的内河航运哦。像如果我先讲实处的部分，放松嘛，那放松总有一些是实际利益放松，我们就放松部分，到底这一次的这个中俄朝关系的再调整、再拉近，那真正实处的部分，这个是不是其中一个？这是其中非常重要一个，就是说图们江口让中国获得一个通向日本海的航行权这件事情哈，它是中间获益最大的一方一定是中国。当然，俄国跟朝鲜也会从中获益，但是他们目前因为经济实力的原因，他们获益是比较其次的。而这个当中俄国对于这件事情的松口是最关键的。可是没有朝鲜最后的答应的话，也没办法最后实现。所以我想，俄朝双方也要借这个机会来确认一下，是不是朝鲜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方案。接受一个方案，接下来的技术就好办了，包括重新建桥。那么只要这个通过了之后，就原来曾经胎死腹中的一个叫东北亚经济贸易区，又可以重新局部复活。这个图们江口看起来这一个桥跟这个水道疏浚这件事情，它很可能会改变接下来20-30年的东北亚的局势，乃至于整个的亚洲、整个世界的局势。其实这就跟黑龙江上的桥以前怎么盖都盖不下来，现在突然盖通了。那我可不可以反问一下？其实很快搞不好中俄朝三国铁路，中俄之间的铁路线会不断在增加，可能连高速铁路都会出现。很有可能，因为事实上我们先是也是讲技术层面，就是在远东的俄国的铁路，还有北朝鲜的铁路，它的失修的状况非常严重啊。而事实上，他们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来改造它的这个铁路设备了，那它其实只能靠中国。确实啊，其实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嘛，就是说这个三角的关系也其实就回答了像香港媒体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朝俄关系陡然升高，还不至于刺痛中国了啊。刚才徐望提的其实就已经讲得非常重要。其实这个升高很有趣，在朝鲜在美国制裁之下需要外援嘛，现在事实上被制裁的最惨的还不是朝鲜，是俄国，所以它等于是被美国制裁第一惨跟第二惨，俄国跟朝鲜被美国制裁损失最大的是谁呢？也不这两个，因为这两个经济体量都不够，是中国。是对，所以这叫被美制裁三兄弟的一个合作啊。其实这也某种程度反映一件事，就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霸权，这个制裁某种程度就代表一件事，你的霸权不行，你才需要制裁。你如果只有霸权，你制裁一个什么？你全部就照你规矩来了，还有制裁这个东西，就算制裁也不需要制裁这种程度，肆意性的他就受不了了。所以其实整体的关系是有一个很根本的改变。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这次普丁的访问不足24小时的背后，香港媒体就说这叫强人普丁的悲情一面哈。那我觉得这一句很有趣哦，他讲了很多，他大概这个不足24小时很让人家意外啊，然后呢一名这么大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好像时间那么短显得不够隆重哦。我觉得普京应该是归心似箭的哈，因为前线还是需要指挥了哈。这个美欧的制裁压力下，俄国呢其实在这2年消耗的很大。那朝鲜呢过去是很难那么快走进俄罗斯的视野啊，那这一次很明显是打破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俄朝跟俄海之间的平衡啊。最重要是这句话，这是2个被西方制裁着体无完肤的国家的抱团取暖。这句话精辟吗？是，我想这个里面为什么讲这个普京的这个悲情？其实他这个悲情有非常多的层面，除了他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国际战略上面他被包围之外，其实他还有一个内部的问题，就是说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他已经不是苏联了。他有没有真正有能力去继承苏联的遗产？能不能把自己蜕变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看来俄罗斯并没有完全做到。他除了去卖石油、卖自然资源之外，其他事情没做到。那么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在这个他原来的苏联体制跟新的体制之间，中间他没有跨过去，没有走到新的体制，原来的体制又丢掉了。
原来体制不是完全无效的啊，就是它变成邯郸学步，就休克疗法之后还真的休克，真的休克了，就是他原来怎么走也忘掉了，新的也没有学会，这个是邯郸学步。那么这个北韩今天我们看起来它的经济体量非常小了，就是说它的经济规模只有南韩的1%。可是它的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运作这个机器还是可以转的哦。而相同的情形在俄罗斯却反而不见得容易做到了，因为障碍比过去多了很多，所以他才需要跟朝鲜进行深度的结盟。对。所以这个战略伙伴关系，除了说刚才讲到的说，如果有人入侵，我们会互相支援之外，最重要是炮弹技术这些的交换。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前线确实出现了很多朝鲜的飞弹，很多人说朝鲜不就只造子弹、炮弹厉害吗？没有各位，飞弹、炸弹、航空炸弹都出现朝鲜的东西啊。是，就是说这里面一个关键就是我要保障我这些产品的产量的稳定，再加上原来朝鲜的军工体系就是苏联支持下面来建立的，它的核子武器还有飞弹武器这些都是在苏联的支持下。有人以为跟中国有关，跟中国有关是非常低层面这个技术层面，高级的这都是莫斯科提供的。对。所以我这个既然体系都是一样的武器规格也是一样的，我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对接没问题。对所以这是普京这一次去找朝鲜，虽然是个抱团，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契机嘛，等于是恢复了这个对接的过程。然后这也验证一件事，就是俄国事实上在叶尔钦的休克疗法之后，真的是被搞惨了，搞了半垮。要不是俄国家底厚、血厚、天然资源后，可能真的就垮了。那我们其实看到很多报道是讲到绍伊古嘛，之前有人说明升暗降或怎么样，他现在还在做这件事，对军工产业的恢复。如果没有这次俄乌战争的话，那俄国不就是逐步的衰弱下去？反而这一次的俄乌战争虽然对俄国的损耗很大，但有效的调动了他自己的整个系统，让他重新活络过来，然后他也重新去把他失散的这些盟友，包括像朝鲜，把跟中国的心结也打开了。那我拉回来啊，我们来最后来解决一下这张图，因为我觉得这张图会是未来国际非常重视。我们从历史来看，我们就想看这东西哦。中国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哦，从二战之后的格局就定下，大概是这样。我们第一个先跟大家讲，我是以时空线为主了，整体来讲是这样。像我们把这个边这样子3个切这样子切这个3个边对中国的逻辑是什么？还有我这样切，我有一个意涵是，中国不是一个纯陆权国家，而是海陆双权的国家。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图来验证？然后我们就可以对接上我们前面所讲的中俄的和解对中国何其重要？我想以前这个中俄对立的时候，事实上俄国跟美国共同实现了他对中国的一个战略包围。我们看这个蒙古还有在中国的西北、在东北，这个北线全部都是被前苏联控制的。然后甚至于朝鲜它是骑在中间的，但是更偏莫斯科一点，实际上也是半包围。在南边呢，我们看到印度是苏联的盟国印度呢实质上它也去决定这个尼泊尔、不丹、锡金当时的政治。孟加拉甚至于是印度从巴基斯坦肢解出来的，它背后也有苏联的一个角色。缅甸跟中国的关系不是那么坏，但是基本上它也是影响力很有限，因为它是封闭国家。对。那在越战期间，等于辽国跟越南，这都是苏联去包围中国的地缘的政治的一个支点。好，那在海上基本上中国是被美国封锁。那越南进入苏联势力范围的时候，苏联曾经利用越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军港的金兰湾。金兰湾，所以这个苏联也介入了南海事务，所以中国曾经处在全面被包围的一个状态下，十面埋伏对，十面埋伏。然后台湾又是美国控制的，是，也就是说你这陆地上走不出去，海上也走不出去，等于完全被封锁起来了。那这种封锁的状态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它等于彻底的改观了，因为俄乌战争使得北京跟莫斯科他们发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将会永远存在这个一定不会改变。可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更多，这个共同利益包括俄罗斯发现他跟印度的共同利益比跟中国的共同利益要少，所以他对印度也感到有点失望，所以跟印度开始拉开一点距离，没有过去那么亲密。这使得印度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他不像过去那么有信心。那么中国在这个缅甸、泰国、辽国、柬埔寨，甚至在越南这里，因为俄国也放松了对于越南的这种约束，越南也体认到他没有办法依靠更远的俄罗斯来对抗中国，因为中国就在眼前，以至于他跟中国必须采取某种合作的手段。那么现在呢，在台面上对于中国最强硬的就是菲律宾了然后台湾然后日韩是叫的很多，但是乖乖的去开元首峰会了。是，所以这个我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您所画的这三条线，其实它是由过去的
你可以把它称作是有一点像是中国包围网。中国包围网现在变成它都是有空隙的，比如说你网眼变得很大很大了。但这图我自己画的啦，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各位同学这里面赚到了，你知道吗？全网我自己看了半天，没有人这样画。我有一天突然洗澡的时候想到的，就想到不对，这个后冷战时期最大的改变是中国地缘从一个劣势地缘转向优势地缘的过程。因为对美国来讲，它本来是绝优势地缘嘛，因为它南北无强邻嘛，不止无强邻，南北都是它小弟，完全控得死死的。可是你看，光个中吉乌铁路，中国搞了多久？可是这也就牵涉到说，原本中国的劣势地缘，主要是因为从二战之后的这个秩序，其实对中国的制约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南边这个位置，它有一个问题是，它南边的2大强国都跟中国打过仗。就比如说喜马拉雅山这一侧的印度跟中国打过仗，中印战争；越南也跟中国打过中越战争。而且越南以前算是中南半岛的小霸主，印度是印度次大陆的老大嘛。但是这很有意思的是，有战争冲突的，但是因为它这里都是高山绝崖，所以反而它比较安定。北边其实是有大量空隙的，因为它是草原，所以长期压力来，中国压力是北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介绍下一个，我跟大家讲，东盟首次草原伙伴2024陆军联合演练。如果你从表面上看，就觉得这个演练莫名其妙，因为呢，蒙古这个国家啊，它就只有2个邻国，一个叫俄国，一个叫中国。它演练它打谁呢？它没有可以打的，这个军队有什么意义呢？当然这样讲，可能蒙古的朋友会不舒服了，但我必须说，因为蒙古就身困地缘嘛。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去看。我们讨论过蒙古问题，我们讨论过越南问题，我们讨论过朝鲜专章，好，都讨论过。所以在前几讲都是跟吴乾老师一起聊的。但是我认为政治宣示意义很强啊，学长。这个中蒙草原伙伴协定的政治宣传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国防部怎么讲的。他说啊，一是指挥控制上的联合融合，哇，两军融合啊；二是科目上的突出紧贴实战，好，那就是打真的。实际融合。第三最重要，在交流合作上突出互信友好。它是一个实际的军演没错，但是它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宣示意味的军演。草原伙伴2024，需要。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到啊，就是说中俄朝关系，还有中俄印关系、中俄越关系，这是一样的哈。就是说这个本来蒙古也是苏联跟俄罗斯去制约中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它等于说我们看中国这个在这里的边界很不自然，它被压进来了一块啊。对，它的最重要的一个设计者其实就是俄国嘛。这个俄国这次事实上是放任哈，就是说他不再打算完全主导蒙古事务了，他要让蒙古接受这个中俄的共同的影响。那蒙古自己呢，他一直想要去像当年的这个朝鲜李朝一样寻求第三邻国，可是他很遗憾，他自己找不到第三邻国。没有啊，没有。他最近的是哈萨克，对，比他更内陆。对，所以蒙古的高层政界他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就是他只有这2个邻国，而这个2个邻国里面的实力又差很多，就是他传统上面一定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尽管蒙古社会非常非常的排斥中国，对，可是蒙古的政界人士当然就体认到他们没有太多选择。他要引进美国或者韩国或者日本势力啊，大家都要从中国上空飞过来，或者从俄国上空，俄国上空不让飞啊，这是美国自己不让飞的，所以你就要从中国进来，可以有办法，你要就进来去做反中的事情，这个技术上太困难了，所以这叫物理现实。是蒙古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他的政界的人是做的一个理性的选择。他就不理性的话，他基本上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因为蒙古对于中国一个恐惧是被并吞恐惧嘛，是因为当年清朝是完全征服了3大蒙古嘛，漠北、漠南跟漠西嘛。那今天3大蒙古只剩漠北蒙古是独立的，是而且还是残缺的，是因为图瓦族都已经。那个图瓦族有个大佬在俄国政界非常高层，那个人就叫小一哥。OK， 所以啊，这就是物理现实。我一直强调物理现实哦。那为什么我把台湾空着？因为台湾现在是争夺带嘛。是。那我们就来往前推进哦。